刚刚被打哭的并不是别人，正是年仅22岁、100年一见的日本格斗天才庄司李九斗。他有着最顶级的格斗天赋，年少成名，打法犀利。自出道以来，24战全胜，23场 KO， 未尝一败。可以说，自他出道以来，学会了一身武艺，就是没有学会输字该怎么写。但正是因为没有输过比赛，让他心高气傲，竟妄想称霸中国拳坛。在81建军节这一天，跑来中国踢馆。这一次，他不仅学会了输，还学会了哭。迎战的红方，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学院，一位中国水族的运动员，少数民族啊，水族的运动员。同样的年龄，他们都是22岁。在8年的自由搏击生涯里，他打了不少的硬仗啊。今天代表他自己的团队出战，将是怎样的一种场面？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有请中国蒙博安。好，这场观众朋友们，您最喜欢看的中日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这场比赛可谓真是一场火星碰撞地球的强强对决。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切磋，他打的并不是比赛，打的更多的是未来，因为他们两个太年轻了，都是最新一代的中日两国之间最强的天才少年。漂亮孟博安，漂亮的副手，来自2个，漂亮第3个。对，孟博安今天一上来之后呢，这个重击打的确实是声声作响啊。这是为了快速结束比赛的。没错，这感觉一波再走啊。对，孟博安今天的状态确实是不错，但是我们有必要说一下他今天的对手蓝方运动员庄司李九斗啊，因为他是在出于漂亮这是激动了。对。我们注意看，日本的小黄毛现在是相当的痛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比赛打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用裤裆去踢我们蒙博安的脚呢？这一次我们就勉强原谅你了啊！下次注意，下一次不要再用你的裤裆来碰瓷我们的脚了。蒙博安更多的时候是在我们50风训练赛 CPL 的比赛当中，中国中国地球防御联赛当中，漂亮！我天，前面之后又是后手啊！蒙博安今天的这个后手打的确实是稳准狠啊！是的，节奏得也快。是，而且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的出力都快，亲身肉搏。对，庄司李九斗也是跟蒙博安撞上了，不死掉了，我的天哪！让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力还是比较强。是的，越往后打，如果你一波你一波带不走的话，我觉得3回合可能危险。是的，哎呦，漂亮，又是一个后手。选手点。好，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这场比赛真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互看不爽，互看不顺眼。他们两个，一个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螳螂拳法，一个代表了日本的极真空手道。蒙博安这个来自我们中国少数民族水族的小伙子，自幼练习螳螂拳法，7星螳螂拳，他的拳头相当有分量啊，他的 KO 率也相当之高了。所以说这场比赛 KO 日本小黄毛，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又是激活。对，庄司李九斗现在找到感觉之后，进攻的质量确实是上来了，1-2的连击接顶膝，感觉他一上来被蒙博安的持续进攻打得有点蒙圈啊。而且我们有点担心蒙博安体能的储备。是的，对，就是顶膝，第一个疲劳期已经来了。是的，漂亮，前手能够点到。庄司李九斗的防守端做的还是不错啊，又是点一个前手压后手给扫踢，都是不退啊，这点太可怕了。整个第一回合基本上都被打退的啊，而且一旦在中近距离就遭遇上之后，进攻的链条都非常的长啊，基本上都是10到15拳、16拳的击出赛，而且这个输出动作也比较多。对，漂亮的后手，给正东。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双方可以说是从第1秒拼到了最后1秒。这场比赛其实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蒙博安的身高还有这个臂展完全输给了对手。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观众朋友们，这个小黄毛大概率它是个串儿也就是说原产地并不是绝对的日本。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回放。长链条的进攻端真的会让两个运动员都有点吃不消，是，就像刚才韩寒老师所说，有点替蒙博安去。两人都打上头了有的时候你看，都已经是不做防守，就是正面互抡，白刃战。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水族，但是我觉得没关系56个民族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出了国
我们都是披着5星红旗为国争光的，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哎，这边第2回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随着第1回合火热的场面，相信第2回合的场面会更加激烈，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任何的比赛是我们要看一下蒙博安怎么来打，对，这是后手比较对，这个后手的重击给的不错，互换前手，又是一个后手，一个中扫，对，感觉蒙博安可能要在，右手不吃掉了，连续的拼拳，双四李九斗现在是打上劲了。2个人内贴。今天蒙博安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就是他的牙套啊会总掉出来，不知道是牙套不合尺码，还是说蒙博安啊他的呼吸节奏出现问题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画上一个问号啊，继续观看比赛。后手都有能够压进去的能力。是的。那目前我们来看，我觉得庄司李九斗可能在内围的时候，就比对手多了一个吸动的会更多一些。然后拳腿的速率基本上都差不多，2个人的节奏都快，漂亮高手，而且都属于这种快进快打型的，是的，而且都属于进去之后不退型的。蒙博安啊，什么情况？我们看牙套又被打飞1次，现场裁判也是很严厉的在训斥蒙博安，因为牙套被打飞的话，会影响整场比赛的节奏，也会影响比赛的走向。又是给击掌，对。就2个人今天互不相让，又站住不退这个状态，大家能够看得非常的明显啊。是。第2个连击去打，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蒙博安就打完第2回合之后，第3回合可能要考虑一下改变自己的进攻策略了，因为你现在你的后手是能压进去没有错啊，就是有点伤敌1000自损1000的这个状态，因为2个人在这回合拳上互重的情况差不多，那么你在后手上又没有对手的。就是后手拳的速率，就是他收拳的这下没有对手快啊。对，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黄毛庄司李九斗，他现在是不屑于防守啊，很多时候根本就不防了啊，生吃蒙博安的拳。但是蒙博安练习的可是分量杀伤力十足的7星螳螂拳啊，他这么的自大，这么的狂，一会儿要受伤的可就是他自己了。漂亮后手打中了，我们看日本选手有点被打定住了。不得不说，庄司李九斗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强啊！虽然他体能装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他突然间体能掉下来了，就在这一瞬间，现在蒙博安有点打瞎带的意思了啊！但是依旧没有打出9秒，又是一个后手击出，漂亮大空挡，我知道了，这算能够继续回到比赛了。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讲，这个9秒来得太晚。是的，今天我们现场观众也很给力啊。对，应该是已经不能够继续比赛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天才和天才之间的对决已经产生了结果，果然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螳螂拳更胜一筹啊！好，我们来仔细观赏一下这波精彩回放。你看蒙博安的拳法，他一直是在左右开弓，这下后手直中面门之后啊，再补一拳。这下日本的黄毛，他不仅学会了书字该怎么写，还学会了哭字该怎么写。看完这场比赛之后啊，我觉得7星螳螂拳啊，真的应该大力的推广。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否认可？好，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给我瞄准了打！注意看，视频当中穿着红色裤衩的，正是 WBC 世界泰拳王佩查差。此人凭借断肠碎骨的拳法，曾连续80场比赛将对手打进抢救室。在得知此次的对手是中国选手后，便嚣张的表态，称中国选手的拳头软得像娘们儿一样软弱无力，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就是孙子。结果惨被狂轰上千拳，满脸开花，当场红。我太难了。好，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这是一场中国武术大战泰拳的一场精彩对决。在泰国人的眼中呢，他们有着什么对华500年不败的一个说法。当年呢，直到刘海龙的出现啊，将这个泰国人打老实了啊，直到现在泰国人也不敢这个放肆啊，不敢造次。但当然啊，有一些个嚣张的泰国选手，比如说本场比赛的黑色裤衩红方选手佩查差啊，他就很猖獗。他是 WBC 泰拳世界冠军。我们看这个家伙身材是非常的壮，
曾连续80场比赛将对手呢打进抢救车啊！据说他的拳法能灌肠，能碎骨。好，再来看一下橘色裤衩这个小伙子哦，很瘦啊，细竹竿没有错，来自于我们中国咏春拳第21代的传人魏子钦。好，魏子钦很年轻，24岁，他的拳法很厉害，没有错啊，练的是咏春拳。好漂亮，这拳打得很准啊！好飞膝，我们看这个对手完全不做防守啊，很嚣张。哦，漂亮，后指一拳打翻，这就是不防守的下场。那这个佩查差啊，赛前狂言说呢，这个打中国人啊不需要防守啊，防守一下都是孙子。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拳头太软了。连续的砸击，哇，这一波我打了得有10多拳啊，而且不是空拳啊，每一拳都是实心的啊，实打实的，不是空炮。从某一个角度看啊，对方的确和这个罗唐长得有一丝相像。好，非常灵活。魏子钦的话是连打带闪，灵活的步伐，再配上这种犀利的拳法，好的。第一回合还有最后的20秒钟。哦，漂亮，躲勾拳，再接飞膝。魏子钦啊，这个小伙子不仅拳法厉害，这个综合实力也是很强啊。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魏子钦呢还是要动起来，我们看我们站桩啊和对方打，拼拳还是吃亏的，因为这个佩查差啊还是很硬。好，但是我们注意看，这个佩查差的脸啊已经开始肿胀不已，在家流血了。但是这个佩查差我们看是丝毫没有退出的意思，这家伙真硬啊！这还是脸吗，观众朋友们？我觉得他脸部可能是打了钢罐，或者说打麻药了啊！好，你看又是个肘击再肘，不仅是打不倒，甚至打不晃啊！魏子钦继续发挥自己灵活的优势，这双大长腿不白长，的确是够灵活。双方是从头打到尾啊，对方呢也是从头追到尾，很执着啊，因为对方虽然说了啊，防守一下是孙子，看来对方还是很讲信用。第2回合最后的30秒钟。
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看一下两人的精彩表现。看起来是对方在追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牵着对方的鼻子在走，这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啊。现在实际上是魏子钦啊占据着主导权，我们有得选，我们可以走也可以拼，但对方没得选啊，对方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追。哇，这个脸已经不是脸了，我觉得他的母亲如果在现场，恐怕都没有办法去相认这个儿子啊。这个胳膊是真长啊，魏子钦呐、哦，真是打的对方一点脾气没有。再沿数据看的话，实际上没有差太多啊，差了是不到20公分，15公分左右。但是到实战之后，我们看，哎呦，连续前手点了3下。但是到实战之后，这个差距就有了。对方的这个脸是不是已经是麻木了？我怎么？哎呦，这丝毫没有痛觉吗？这是，哇，太恐怖了！两个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一个嘴巴像腊肠啊，像香肠。好，最后的1分钟。目前看魏子钦的话是丝毫没有受伤啊，一点伤都没有，打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泰国选手啊这么惨。我们熟知的这个罗唐啊，喜欢这种战术啊，就是猛打猛冲。但是罗唐呢，天生啊这个抗击打能力很强啊，但是这贝查差，哎呦，之前可能很强，但是今天啊碰到咏春拳啊就不太行了。好，连续的砍腿，魏子钦在最后一个回合啊想起了砍腿。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给我瞄准了打。他是泰国拳坛最硬的男人，扬言打中国人从不防守的贝查差。不过，当他遇到咏春拳第23代弟子魏子钦时，这场比赛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我太难了。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就是号称泰国有史以来最硬的男人。他的身体硬度据说比波球、比罗唐还要硬，他就是贝查差。上战绩到目前为止85胜26负，他输过赢过，但是观众朋友们，他就是从来没有被 KO 过，也从没被击倒过。他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只要我不躺下睡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把我放倒，就是这么狂。而这一次他就更狂了，因为他听说他今天的对手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小将，他便当众表示，打中国人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是孙子。而眼前的这个瘦小伙便是佩查差今晚的对手，来自我们中国的咏春拳第23代传人魏
子钦。这个小伙将咏春拳带到了现代搏击擂台，而且目前为止啊，生涯战绩26胜3负。可以说，魏子钦这个小伙的出现啊，打了很多瞧不起并且质疑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啊不能打的人的脸。好，闲话少说，我们比赛开始。泰国的佩查差刚开局就吃到2拳，但看起来的确是硬度相当不错。这个佩查差呢，他日常的训练呀也相当变态。别人训练都是打沙包、打沙袋或者打木桩子，而他的训练就是被别人打。没错，站那儿不动啊，一动不动，让不同的人来打他。为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抗击打能力，甚至还会用这个粗盐啊来搓洗自己的身体和皮肤，以提升自己的皮肤硬度。我甚至一度怀疑这个家伙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受虐倾向。魏子钦相当灵活，连打带闪，让这个佩查差呢是看得见而摸不着。好，顶膝有命中。好，击倒了。第一回合我们看，哇，这一下击倒也打破了佩查差呢以往的一个从未被击倒过的记录。魏子钦明显想要乘胜追击。连续的补刀，哦，这连串连打11拳的，但泰国最硬的男人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对方这个恢复能力和抗击打能力的确是够变态。在这么一连串的猛攻之下呢，还能站得住。哇，魏子钦的身法和步伐相当的灵活。此时此刻，他就像一个西班牙的斗牛士啊，把这个佩查差呢当成了一头疯牛，当成了一头野牛来斗。哦，漂亮，又是一个上勾哦，顶膝。佩查差有点上头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他真的是完全不做防守。好，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佩查差现在此时此刻应该是相当的愤怒，因为魏子钦打破了他从未被击倒过的记录。我们注意看，在第一回合，魏子钦的招式啊都打得非常的实。你看。但是他的眼神并没有产生涣散，只不过呢是被魏子钦呢拳法的冲击力给打倒了。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很好辨认啊，橘色短裤的瘦小伙，中国咏春拳第23代传人魏子钦，而黑色裤衩便是泰国最硬的男人佩查差。第2回合的佩查差明显是着急了，所以魏子钦是穷追猛打，穷追不舍。哎呦，但注意看他的右眼，哇，已经开口了。这个口子会随着比赛的深入呢越开越大。这也是佩查差职业生涯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打出血。魏子钦还是要动起来，不要和对方呢站在一块打。如果硬碰硬的话，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吃亏的啊。第2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在这一回合，佩查差呢就像一头发疯的野牛啊，已经是完全不做防守了。因为他之前也说了，他说防守一下就是孙子。要小心，不要被对方爆杆拳打得太多啊！爆杆拳如果说被打太多的话，
容易被打定住。魏子欣开始尝试用一些顶手、砸手来扩大对方的伤口。因为咏春拳啊，它是一个招式小、速度快、攻防兼备的这么一个拳法。说句实话啊，杀伤力的话并不是特别的顶级。但咏春拳厉害就厉害在它的打击密度啊，它的出拳频率比较高。我们出5拳，对方能出1拳就好不错了。我估计现在让佩查柴的亲生母亲来看到他儿子的模样啊，估计也认不出来了。2只眼睛被打得眯成了一条缝。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这个家伙可真是言出必行啊，说不防守还真就不防守。注意看魏子欣，皱着眉头，应该是在抱怨着什么？他应该是在说呀，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抗打啊？就像是一个人形的木桩子啊，根本打不坏。在比赛的前2个回合，毋庸置疑，魏子欣已经是顺利拿下。但是接下来还有最后1个回合，比赛还没结束，还没有到最后1刻为止，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费特，最后1个回合，比赛继续。魏子欣呢，他的身高比对方高了很多啊，居高临下，所以说打得很舒服。我们能够得到对手，而对方啊很难够得到我们。这一回合，佩查柴依旧是相当勇猛，依旧是横冲直撞，完全不做防守。如果说是其他选手受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裁判早就终止比赛了。但他是佩查柴，他的抗击打能力在整个拳击界啊相当出名了，所以说裁判呢也是没有叫停比赛。第3回合最后的1分半。这个伤况太严重了，但是他呢还有体能啊，还在往前冲。所以此时此刻，这个泰国选手佩查柴他唯一能赢的途径，那就是 KO 掉魏子欣，因为在分数上双方差的实在是太悬殊了。有可能魏子欣的有效打击数是对方的3倍都不止。即便看不懂拳击、不懂规则的，我相信也能看得出来。好，连续的扫踢，魏子欣开始尝试砍腿了。其实早就该砍腿了，如果砍得早一点，限制对方的移动能力，恐怕这个比赛啊早就结束了。我强烈建议让这个佩查柴啊和我们中国的著名少林武僧一龙大师打成一场，2个人对着打啊，谁也别防守，看一下谁更抗揍。我相信这个比赛啊绝对会票房极高啊！好，比赛结束。这场中国咏春拳对阵泰拳的对决，比赛结果我相信没什么悬念啊。最终的话没有问题，恭喜魏子欣。但当然，这个瞧不起我们中国武术、瞧不起中国人的佩查柴啊，虽然说他很狂，但是他的抗击打能力啊，的确是令人感到敬佩。好，比赛到此结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比张志磊还高的中国巨人拳王，1分钟干趴美国拳王3次，彻底看呆全场老外。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超重磅级别的中美对局。
没有错啊，这场超重磅敌，也就是说双方选手的体型呢都很硕大，尤其是眼前的这一名选手，你看他的面相啊，就好像这个原始人一样。没有错，他就是人送外号泰山的董建军，身高2.23米啊，是我们中国目前为止长得最高的选手。张志磊大家肯定不陌生了啊，他比张志磊还要高上1头还要多。好，这场比赛他的对手就是眼前的这个小子啊，一脸凶神恶煞的美国拳王艾利克斯。好，这个家伙呢很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啊，他曾在媒体面前表示，我听说中国人连饭都吃不起啊，那他们肯定都瘦得不成样子。我估计中国人的身高可能超过1.6米都很难，可能还不如日本人。但是今天我们董建军啊站在他面前之后，把这个艾利克斯吓到了直眼儿。对方已经是呆了，但是没过多久，对方艾利克斯就表示，我不管你长得多高，只要你是中国人，那你就只配被我踩在脚底下。好，我们的董建军他很生气啊，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话，来看一下董建军大战美国拳王艾利克斯，这场比赛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好，双方站在一处，对手甚至要这个抬头瞅我们，包括现场的裁判都需要这个抬起自己的脑袋。董建军站在他的面前，就好像一座大山一样。好，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就是在美国啊，美国的洛杉矶啊，这个地方很出名啊，拍了很多的电影。好，赛特4回合的赛制，每回合3分钟的时间。由于是超重磅级别，所以说这个回合数呢是比较少。董建军的臂展啊，已经超过2.6米了啊，很恐怖。Is you don't want to stand at that point where Taishan can get all the leverage on his shots. Well, he talked a lot in our fighter meeting that watching tape he saw of Taishan, he felt like he opens up. He wanted to work his body. 这个艾利克斯根本进不来，因为这个董建军的臂展啊不允许他过来打自己，这就是身高上的优势。One of the things you have when you have a guy, especially who has that MMA, Muay Thai background like Taishan has, is learn how to throw a correct punch. Yeah, you know, he's got to get his balance right. And his stance was really good considering he comes back from that Muay Thai background where you stand a little bit different, where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kicks and you have to give kicks. Taishan looks pretty comfortable in that boxing stance right now. 原本以为董建军会很笨啊，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这个连贯性也是很好。而且他的移动速度也还是很稳定。连续的点刺，光是打这个前手的点刺啊，对方艾利克斯就没有办法去应付。哦呦，什么情况？这个好像都没有打到对手啊！对方怎么就跪在了地上？1分钟的时间。I'll tell you, man. Sometimes you parry the guy's jabs and jab at you, but I don't know that Taishan's jab might be so heavy you can't even parry it. You may have to either slip it or it's going to go right through your glove and you can't even parry it. 对方的艾利克斯现在连打到我们啊都是一个难题。这个根本打不着啊。Just barely, and that's the frustrating thing, you know. To hit him, you got to get in his wheelhouse, and it's also hard to reach him when you do get close, because at 6'3", Rothman is 好，最后的半分钟。9 inches shorter than his Taishan. 哦呦，前手点刺，终于是点到了对手。好，一回合有2次击倒，而且这一次还是个数秒。Seconds left in the round. 好，没有错，比赛第1回合已经结束，还是非常的精彩啊！董建军也是拿出了非常令人感到
变态的这个压制力，对方完全没有办法应对。这种情况，纵使你把拳王泰森带到现场啊，他也没法应对。哪怕是刘易斯啊，他只能干挺着。有人说这个张志磊和董建军啊，谁的实力更强啊？曾有人私信问我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研究一下啊，因为两个人本身啊，他的年龄差距是很大。如果非要打成一场，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张志磊多一点。那当然，董建军的实力也摆在这里也很强。因为这个董建军呢，身高是过于高了啊，所以说他打不了太长的比赛，也就是5回合差不多。而张志磊平时打的比赛呢，都是一些10回合、8回合或者12回合的一些个比赛啊，都很长。所以说如果真要打的话，那可能张志磊挺过了这个3回合之后啊，可能董建军就不行。好，让我们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选手的表现。To actually take him off his feet. There's a stiff right hand Tyshawn. Tyshawn just missed with a couple of right hands this round, but he's coming out thinking a little bit more offensively. Let's see if Rossman can. 虽然说董建军呢有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但是打的还是很谨慎。哦呦，这是推翻了对手。对方啊这个腿很软，不像个男人，观众朋友们。But he just loves the fight. Former MMA guy. 没什么反拳。He's trying. You got to give Rossman some credit for the effort. You know, Rossman is a former bodybuilder. 哦呦，什么情况？再一次读秒，我们看一下。好，但是这个家伙选择坚持，切入点刺打得很准。哦呦，又一次，对方还不认输。哦呦，要小心，要小心疯狗咬人，狗急了要跳墙。要小心，董建军要稳住。哦呦，漂亮，又一次。哦呦，这个艾迪克斯啊，观众朋友们不得不说啊，他还挺抗揍。好，还有最后的1分钟，对方还是不服。这才打到太阳穴了。我们看一下，裁判终止了对局。没有错，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中国的超级巨人拳王董建军战胜了眼前的艾迪克斯。我的妈呀，这个比赛太精彩了，酣畅淋漓。对方的艾利克斯很猖獗，然而被董建军的重拳啊，今天也是狠狠的教训了一番啊，这是太解气了。而且很多人在赛前担心啊，说董建军这么高，他的底盘会不会很不稳啊？这个打起拳来会不会这个晃晃悠悠的？然而，观众朋友们啊，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让我们恭喜董建军。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